凤姐啊，今天来的这位辣妈知名度超高，我有看到，我现在就在看了。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啊，follow 竟然有65万人，也就是说，每10个新加坡人就有1个是 follow 他的。这个 account 啊，听说价值金山银山千百万，我嫉妒。我是艺人呢，我居然没有他多 follow。OK， 网红有网红的精彩跟厉害，我们看他有多少的本事。全听你说。哎呀，这不是一个小妹妹而已吗？你好 ，Hello，请坐。你今天开车来啊？对，开哪一个颜色的？算是蓝吧，紫色还蓝色？蓝色，有点蓝，带一点青。哇，有那台车没？对啊，对啊，有放在这里过没？换颜色，哦，门是这样开还是这样开的？这样开。我的门是电动的。你吃了吗？你吃了吗？还没有。这些都是特地为你准备。我们现在 before 开始先暖暖场，喝奶茶100%的糖味，然后鸡饭，我也要喝一点嘞。太开心了，今天的 highlight， 好不好讲100%呢？你是故意100%甜呢？对，我是很喜欢甜的甜的饮料。我们先吃一点，我先把脑米的资料给介绍。好，是真的可以吃的。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应该华文就直接讲你是网红。OK， 可以。他11岁的时候就开始是我们新加坡第一代的 vlogger，15岁就做 YouTuber。今年他才26岁，已经有2个孩子，大儿子已经3岁，还有一个小女儿，现在还在哺乳的阶段。对，几个月？4个月，刚过4个月。身材怎么回来的？没有，还没有回来，多起来而已，小只嘛，不可能大到哪里去。年轻嘛，还是本钱吃多一点。现在比较老一点点了，所以不可以吃太多。我昨天拍一个，你懂吗？不叫我不要吃吗？不是在录你。昨天好笑的是，我去拍一个 TikTok， 对吗？我在那边做那个蹲的，好像跳了10次吧。我现在脚走不动，所以好像有一点老了。不是，你那个是负重量太重呀。因为我们下来只是 jump 一次，你下来是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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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你要承受2次的重量，所以会比较辛苦。身材好也是他自己的，我觉得是一个你自己的最大的卖点。没有啦，哪里身材好？我个子矮耶，很多人都一直在批评我的身材，好不好？那我平衡多了。好。其实你刚开始怎么样开始写 blog 的？以前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因为我就很喜欢跟师兄师姐一起你慈济的吗？没有师兄师姐，没有什么师兄师，就是那个学长，讲错，最近看太多古装片，对，看太多讲错。你这峨眉派的？不是，以前就很喜欢跟他们出去讲，然后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 page 这样，然后我就自己好奇，也是去做一篇啦。为什么会开始分享自己生活？就是因为我跟我的爸妈也是在那时候开始有一点距离，我自己也是没有兄弟姐妹，而且在学校我也是比较少朋友，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网上写我自己的想法这些，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那时候就不懂为什么跑出来会有这些人去读我的 blog 啦，应该是学校的朋友。还是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的 blog 忘记了，忘记了。对，因为我一直在改名，好像那时候就潮流，就是他们的时候，你曾经给过什么名字？你觉得哇 ，I cannot， 不可以再让它出现。Beautiful Love Philosophy。呀，我女儿也会有这种名字。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很 chim， 很这样，哇，没有人有的，然后我就写了，很像英文很好这样，但后来发现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就不懂自己在写什么。可是然后你15岁的时候就拍视频了。对，你就开始变得 YouTuber。那时候拍是好玩的吧？你自己拍吗？对以前用那个 webcam 拍的。就电脑打开，在电脑面前这样动。我那时候第一个视频好像是去 lip sync 那个Super Bass by Nicki Minaj。假装认识。
Nicki Minaj 你应该认识吧 Nicki Minaj 我对对对对，认识就是他一首歌啦，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唱，可是是玩玩的，然后就放上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去批评嘛。多少人批评啊？那时候我刚放上去，好像一夜之间好像5万吧。 5万个人骂你也不简单。没有5万个人骂，没有5万个人骂，大部分都是骂你的，大多数啦，因为我在那边说唱嘛，而且我说唱又不好嘛。很 sad right？那时候是很 sad 啦，因为我也是在考 O levels 嘛，所以我整年就不可以集中精神，我连踏出门也不敢。那天不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么笨的事？我是不觉得笨啦，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真的是在玩而已嘛。那时候当然是比较小，我就接受不了这种批评。你有没有上网跟他们骂一下？没有吧，就是那时候已经很没有安全感了，都没有那个自信去回复吧。所以你在拍这个网络视频的时候，你自己是模特，自己拍，剪接也都是自己的吗？对。有人教你这些？你有上过专业课吗？没有吧，就是这几年来一直跟，很像，比如现在我跟你上个访问，我会注意一下哦，小细节咯。我们把 rundown keep 不要打开。偷蜜蜂。你的吸收能力特别强啊！没有啦，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做这些 social media 的东西啊，比较没有那么专业吧。就是可能你们从一开始到后面全部都要搞到很好，对吗？可能我们会比较 relax 一点，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带过这样。我觉得他太会讲话了，跟我之前做的功课又不一样。他会讲他们那个行业不专业，其实我们如果不同立场来看的话，我们是专业，但是我们只能在各个部门个别专业。我们跳出来一整片啊，撰稿的工作、导演工作、摄影师的工作，我们做不来。可是你们是真的每一行你们都要掌握到那些技巧。我觉得基本的掌握到就可以了，也不用说是很厉害，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吧。我不觉得辛苦，是因为可能已经兴趣爱好，对很好很好你的生活跟你的事业已经融入成为你的兴趣爱好，所以不会觉得压力，会兴奋的。那我再问你一个可能比较犀利一点，你也可以帮你自己反驳，就是被攻击过最惨的，最让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我，很像去年我买了新车嘛，那时候就网上比较多互动。每个人就说我是靠家人啊，还是老公啊去买这辆车。那这些东西我会比较在意，因为可能从小到大我自己钱是自己赚来的。虽然我的家庭背景就是蛮好的，可是我爸爸对我在钱方面很严肃，所以从小到大就是很多东西可以买的他都不会买。我就是要自己去赚钱来买嘛，所以我15岁那时候开始写 blog， 赚到钱的时候，我就很少跟他们拿钱了，就可能16岁这样，我就没有跟他们拿钱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很想去跟人家讲，我根本不是用。他们这些攻击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是你 po 那一张你拥有的那台车之后，在下面都有吧，都有。你会怎么样去 react？我其实有反驳，可是以前我觉得我反驳跟现在的风格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以前我会比较冲动，我不会去想，我觉得我生气，我想表达是讲我就表达。现在跟可能5、6年前的我不一样，就是我现在会去想，会去把我自己放在他们的角度，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然后我就会解释吧，就是人与人之间这样沟通，可能有孩子后有家庭后，我不想我带给他们什么不方便，就是家里人的不方便。因为如果一直搞这些不好的新闻，等一下如果影响到自己家人，那就不好了嘛。对，多了一些同理心，从共鸣到同理心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些网民有时候特别极端的？有吧，就是我觉得很多新加坡人不可以看到人家开心，真的。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每次都做到很辛苦，太 stress 了。他让你很辛苦，他们就很开心。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人高兴一下。我觉得缺少了这个态度，就是人家开心还是不开心，你可以去鼓励他们，去讲一些好听的。可是你就是偏偏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去，我就觉得我不赞同啦。
好，然后我们再来就想知道，就是你的身材都很好，很抱歉，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无形中看到你在社交媒体看到你就个子小，长得漂亮，然后很多人就会因为你的身材，而去找你麻烦也好，去喜欢你也好。至于这2票的，你都可以接受吗？第一，我不觉得自己身材很好，讲真的，我觉得还好而已，就是 average。可能现在就是生了2个孩子后，会有一些身体的部分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其实因为他现在孩子才4个月，所以还是一个喂母乳的，就是哺乳的妈妈，所以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很伟大，也是很辛苦的。然后可能就会有些人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法来跟你开一些玩笑。可是我不会觉得生气还是什么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懂，就是我做妈妈之前我也是不懂嘛。我觉得是最近几年开始，比较多人会很开放的去讲和研究喂母乳，对这方面，所以我不会说去怪他们吧，只是觉得有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吧。我会想啦，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啊？你也会担心啊？对啊，因为就是没看这是我圈吗？我不懂，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会担心这一方面吧，很像放上去的照片，而且现在因为有2个孩子，我觉得很多东西要有一个责任感。哇！我不懂，我就觉得有一点，以前我就不 care 啦，我想放什么就放，我现在就觉得很多东西要去在乎、去考虑，所以现在我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去拍一个视频。你有没有觉得你本人会不会去代言什么东西，或者是有跟你形象会有什么有吧，就是可能吃一些会丰胸、会瘦身、对会长高，就是跟身体有关的营养的。我不会说完全拒绝，是看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是健康 organic 的东西还好，我们通常会做一些背景的那个 research 啊，对，去看这个商人是 OK 的吗？有人会觉得说这些网红随便拍拍照就可以高达5位数、6位数，是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他真实的收入很可观的话，可以到哪里？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收入完全不稳定吧。这个月可能会比较多，下个月如果又进 circuit breaker 就惨了，就没有钱赚。OK， 那我就随便讲，你最年轻的时候的第一笔，不懂是15、16岁的时候，我第一个 check 好像是2万吧。对，那是2000吗？18岁第一个 blog 10、100千呢？Jenny，你没有赚过2万是吗？2万，我们先2000 ，OK， 2万。那时候哇，好棒哦！还好啦，我就跟你说的那样，有时候是过得很好，有时候过得不好。有多久可以没有工作？我不会说是多久没有工作，是多久客户来把钱转到你的户口。就是有些时候就可能他们就不想付钱啊，6个月都有，1年都有。那在一次过同样的时间里，有几个商家排在你手上？几个商家来找过你？哇，1个月内可能有10多个吧。平均多久就要 post 一张业配的？通常我会分好，我不喜欢每天都是就是 ad 啊，所以我通常会给2天这样，2天一次，2天一次这样。如果你的这个社交平台全部都是业配推销广告，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完全不好。不好啊，当然是收入很好啦，就是我的 income 很好。可是我就觉得会伤到你的branding 啊，因为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年，而且有真的相信你的人，我会觉得有这个责任感去带给他们我真的相信的这些。Okay.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有可能会不红了，演艺圈也是这样嘛？如果忽然间你不是最 hot， 会怎么样？我现在就觉得了啦，我就觉得已经有很多新一代的已经开始有他们的表达方式了，就跟以前那样 po 美的照片啊什么之类的 Instagram， 我觉得有一点不管用了，所以我觉得对，因为现在太多这些平台去。他一下子10年红这个，以前 Twitter 啦什么，对，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忽然被 IG 给 take over， 你们现在被 TikTok 给吓到，怎么？在那边，我现在先问你们谁有 TikTok？ 你有 TikTok 吗？没有。哎
演老人呢，我有嘞。连我的家婆也是上瘾的。一开始就是什么来的，然后现在每天晚在那刷上，对，她刷1个小时还在刷，我就觉得 OK 那如果你的孩子也要做网红呢？都 OK 啊。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去读书，还是要去有基本的那些education 啊。对，因为去学校呢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可以认识很多人，就把这个社交媒体的东西当做很像 CCA 这样，你懂吗？很像你去念好书了，你有时间你才去做。最后在网红这一趴，我想问，首先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啊，是个性吧。OK， 当然，如果样貌、身材就是外面啊，外表比较好的话，当然你已经 half the battle won 了啦，你已经来达到。平老师，我问过几次网红，他们都直接讲。当然是有一点点，可是如果有性格的话，我觉得会耐比较久，因为你的样貌啊，很快就被取代了，就是每天都会跑出来一个比你漂亮的一个女生，还是比你帅的男生。比你身材更棒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暂时性的，性格最重要。外貌、性格，还是有一些才艺，会跳舞、会唱歌，有那个这样说呢，要有一点厚脸皮。我觉得真的要有一点厚脸皮，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撑到今天，是因为自己有一点厚脸皮，就是你可以把这些 comment 全部推掉，你的心态啊要很强了。要对自己诚实，也是要对你的 follower 诚实，不要怕就是露出不好的一面。最重要就是能跟得上潮流，对，不要说懒惰，还是不敢去尝试。有没有想要走出国际化？当然，因为做这行做久了，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哦，还可以再红啊。比如之前我会想进入中国啊跟 US 的市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自然比较好吧，就是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还是要计划，对，但是不勉强。对。你没有想过要进入演艺圈吗？没有，为什么？可能觉得自己演技不是很好吧。漂亮就好了。没有啦，而且我中文又不是很好，我觉得传统媒体太严肃了。对，我会比较喜欢就是可以做自己去发挥。主持啊，差不多。你知道我们 Channel 5的主持人都跟你一样，女的都跟你一样，个子娇娇小小，戴安娜啦，那些 DJ 啊，他们都小小一只，就是很 wow 的，那些讲英文的都像你这样。我觉得做 host 要有那个谁呀，真的要有人，你要去因为会讲话是一个东西，你要懂得去访问人家，要懂得去在尴尬的那个情况下。你很美嘞，你坐着很美，你站起来很可爱。哇，你是很耐看的。没有啦，可是我就不可以完全做自己哦，我就觉得好像你们有不同的市场，你们有非常创意的天空，然后收入可能分分钟得比艺人还要高，所以那个我就不懂了。好，那这边我就比较想要了解一下Naomi的童年时光，因为你是属于比较叛逆，早熟，然后也因此呢，跟家人的这个关系可能也比较疏远一点。你说写部落格，就很多人注意吧？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时候写了一个有一点就是每个人会去避讳的一个话题。那时候认识一个学长，然后跟他有发生关系。等一下，我们再重新一下，就是在你很年幼的时候，把你的发生关系的东西公开在网上。Why no call the police？ Actually 有弄到，有，就是因为有弄到，所以弄到很大的一件事。那时候刚进入中学，什么都不懂，然后就认识这个学长，也是第一次谈恋爱。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了，他就一直问我可以吗？就是一直在推这个问题啦。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怕嘛，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不把这个东西给这个男的，他会不会离开我？对，很多年轻人会碰到这种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好姐妹，我就问她，我应不应该给他？她就跟我讲，她已经失去她已经做过了。然后她就跟我讲，没事的。那我就是因为她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如果发生什么事，
至少有一个伴，对吗？是。OK 我就给了那个男生啦，给了之后，差不多可能半年后才发现，那个女生朋友原来在撒谎。真的，我跟他分享这件东西的时候，他的立场是觉得，哦，我不想你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好像我没有男生这样问过我，还是什么，所以他就弄出这个故事给我听啦。那时候因为这件事，发生过后。有一次，那个男生来我的家，偷偷来我的家，我没有锁匙，我爸妈没有给我锁匙，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我不可以帮他打开门，然后他就爬过来。那时候我的铁门已经有一点坏了，所以他爬过来的时候，把那个 lock 给断掉。因为铁门的关系，我爸妈回来，他们就直接问我啦，然后问话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慌啊。本来一开始是讲没有事没有事，我爸爸就突然说要看我的电话，看到他来我家之前的那整段对话，对，所以才发现到哦，刚才那男生过来了，所以他们就一直问我有没有把那个给他这些问题，我就一直讲没有啊。后面他们就突然讲，如果你真的讲没有的话，我会带你去医院检查。我就慌了啦，后面好像承认有人为什么会弄到警方那边，是因为我爸爸想把我转去别的学校，校长就问我爸爸说为什么要转校，那我爸爸就没有办法，就跟他讲发生什么事。而校长就跟我爸爸说，现在因为我知道了这件事，我必须要报警啦，不然就是我来报警，不然就是你们自己搞定啦。所以我爸爸就选择自己去通知警方啦。我不懂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会知道，应该是男生说出去的。那你写在 blog 上面呢？没有，我写在 blog 之前，就是学校很多人。已经扩展出去了，你才把它变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发生很久了，10多年了。这个男的呢，他就跟很多人说是我去勾引他，连就讲我把这个整个东西就是很像一个陷阱来的，就是要他跳进陷阱，然后去报警害他这样。那完全是跟整件事完全不一样的嘛。所以当初你会把这个跟学长的亲密行为放在 blog 上面，是为了要澄清，是吗？对。你觉得你是什么事情？当然是因为爱错了那个人。对，我是一个很敢爱的人，因为这个男生就造成很多不好的回忆啦，连觉得自己很空，缺乏爱，就外面一直在寻找那个爱的感觉。我可以说到我找到我老公之前，每一段感情就是几个月、几个礼拜，一直在换。可是你是你家里的掌上明珠，父母只有你一个心肝宝贝，而且你从小就长得漂亮，爸爸跟你的感情是好的不得了。为什么你会找不到爱？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后，我很多东西就一直在隐瞒吧，就是没有对他们诚实。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讲得出来，我知道他们会不想听，而且他们的惩罚也是很严重嘛。因为那段事后，我跟我父母感情就拉得越来越远。第一是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当然，现在自己身为妈妈，我也是当然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些担忧啊。可是他们又是很爱你哦。我觉得他们就是越爱越想保护我的时候，他们就越严格。所以你还会去做一些刺青、顶嘴，对，还有什么说谎话？但是我说谎就是太厉害了。以前讲真的，好像他们到现在很多这些谎言都不知道事实。因为自己叛逆想出去玩，用谎言来换取时间。对，然后出去玩。对。刺青就蛮严重。刺青，一件很好笑的是，以前我刺青之前，我在学校喜欢在我手上画东西，而且我画的时候我用permanent marker，就黑色permanent marker，所以我就画了很久的时间。那有一天呢，我去刺青后，我的妈妈很久的时间都以为那个是马克画出来的，对，她不知道是刺青来的。那有一天很奇怪了，我们就在房间，她坐在我床上，她就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手上那个
土话，好像那么久了还是没有冲掉，还在一样的姿势，没有改变到。他就讲你是不是去 tattoo？ 他就讲惨了，要被骂了。你懂他讲什么吗？哎呀 tattoo 就 tattoo 啦，现在时代不同了嘛，都 OK 的，我很 modern 的。但是突然讲这句，我就吓到，为什么他会突然 OK？ 你第一个 tattoo 是哪里？这个。 Oh my god！ 你的手这边有？哦，对，不会吧？你有自残过？对，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样没有事业，没有饭吃，有朋友有什么屁用？我们节目制作组在特别的邀请情况下，请了你爸爸妈妈写了2封信要给你。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